注意看，左边是你印象中的木星，右边是 NASA 的木星最新的照片。你发现了吗？木星的颜色正在急剧变化，那这些新颜色是从何而来的？在过去，木星只是梳理一团模糊的彩色斑点，一个能装下1300个地球的气态巨行星，既遥远又神秘。但此刻，你看到的是有史以来最震撼的木星真实影像。而这些清晰到像电脑合成的照片是哪来的呢？其中一些照片就是朱诺号探测器在最近一次飞掠木星时拍摄的，其他的影像则由韦伯和哈勃等捕捉，他们协同合作，同时在红外、紫外和可见光波段对木星进行扫描。出乎意料的是，一些精美的照片是由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协力完成的，他们利用 NASA 的原始数据，将它们转化为惊艳的行星艺术。但怪事也来了，当放大观察时，整个事情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木星的云层正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运动着，它著名的大红斑正在缩小，而且速度很快。巨大的风暴能在几天内形成又突然消失，在大气层深处有迹象表明，木星可能拥有一个比任何行星都奇特的隐藏核心。要知道，这不是一堆简单的照片，这些影像正在改变我们对行星、风暴、卫星乃至我们太阳系早期历史的理解。所以，我们不仅是欣赏这些绝美的图像，而是去深挖这个庞大世界的真相。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在那些旋转的云层背后，木星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曾经那些由棕色和红色条带组成的模糊混合体，如今变成了一幅由深蓝、淡粉、冰白和风暴灰组成的画卷。有些云层看起来像大理石，有些则像瞬间凝固的海浪，而这些全都是真实的，并且是直接来自木星上空。这些图像大多来自朱诺相机，就是朱诺号探测器上搭载的相机。NASA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其实没打算进行硬核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去木星打卡，好给公众提供一些好看的照片。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科学家、程序员纷纷下载原始图像，并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处理，创作了这些来自8亿公里外的顶级艺术品。一张照片显示了一个巨大的气旋，如同一个加强版的飓风，但它的大小却和整个地球相当。另一张照片则捕捉到一簇较小的风暴，像花瓣一样旋转。有些云层图案的细节如此丰富，甚至能显示出木星不同大气层投下的阴影。你真的可以在一个几乎完全由气体构成的行星上看到深度。可能有人会问，朱诺号2016年以来一直在飞越木星拍照片，但为什么最近拍摄的图像质量比之前的好那么多？答案是，朱诺号的轨道每飞掠一次都会让它离木星越近，这意味着更高的分辨率、更多的细节和更好的光照角度。有时你甚至能捕捉到阳光刚好擦过风暴边缘的景象，就像地球上的日落一样，只不过发生在一个会下安雨的地方。更疯狂的是，这次我们看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现象，比如奇怪的亮点、新的风暴系统、在两极盘旋的龙卷风状特征，以及一层位于云层上方在不同光线下会变色的薄雾。这不仅仅是摄影，我们好像终于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不断移动、形态万千的木星。它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不只是在旋转，更像是在呼吸。而这一次，它似乎不再对我们隐藏自己。尽管从高空看这颗行星已经美到了不真实的地步，但当朱诺号开始贴脸飞行时，一切变得更加奇特，近到足以看清木星风暴脸上的每一道褶皱。然而，朱诺号最近的几次飞掠并不是靠运气，它们是精心策划过的俯冲，时间点被精确计算，以便在距离木星云顶仅几千公里的高度飞过。这基本上是对着木星贴脸开搭，直接擦着一颗由风暴构成的行星旁边飞过。而朱诺号在这些飞掠中看到的景象，是你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而不是在真实的太空探索中。就拿大红斑来说，这场风暴足足肆虐了300年，甚至可能更久。这次我们终于获得了高分辨率图像，可以一览它的内部结构究竟有多复杂。大红斑不仅是一场表面风暴，它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庞然大物。想象一下，
它就像一场风暴中的风暴，在更深层的气流中旋转，仿佛它的根在云层之下。朱诺号的最新图像揭示了它精细的结构，像山脊状的纹理、漩涡，甚至还有更小的涡旋被这个巨大的风暴吞噬。这玩意就像一只巨眼在缓缓眨动，而较小的云团被卷进去就消失不见了。这还不是最怪的，大红斑正在变小，这事儿我们早就知道，还可以追踪它缩小的速度。诡异的是，它的宽度虽然小了，但个子长高了，就是垂直高度在增加。这风暴更像是在造摩天大楼，这背后的力学原理让科学家现在也是直挠头。当朱诺号飞到木星的北极上空，眼前的景象直接让所有人都傻眼了。在那里，风暴并非以整齐的条带形式旋转，而是聚集成巨大的多边形阵列，通常有6个、7个，有时甚至是8个风暴，围绕着一个中心涡旋旋转，排得整整齐齐，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科学家们称之为环极地气旋，但它们不是真静止不动，而是比一座超级城市还大的狂暴飓风，已经旋转了数年，却依然保持着队形，仿佛在进行某种大气的神秘仪式。在这些巨大结构之间是深蓝色的空洞区域，这些地方看似平静，但其下方可能隐藏着更快、更密集的气流。可以说，目前没有其他行星拥有类似的景象，甚至连接近的都没有。还不止这些，在最近的一次飞掠中，朱诺号甚至抓拍到了一些之前从未见过的高速幽灵急流。这些高空急流对以前的探测器来说完全是隐身的，但现在它们就像一道道伤疤，狠狠地划过木星的云带。这直接证明了木星的大气层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简直是一层叠一层，深不可测。你以为这就完了？当你看到木卫一时，木星的风头要被抢走了。木卫一不像我们的月球那么安静，它充满生机，不是生命，而是个不折不扣的火山狂魔。数以百计的火山，其中一些常年处于喷发状态。现在，利用朱诺号的相机，我们在20多年后，终于近距离清晰地看到了它们。在最近的飞掠中，朱诺号多次掠过木卫一，它相机捕捉到的画面看起来超乎现实。巨大的物质雨流直冲太空，熔岩湖在地表上发出微弱的光芒，整片区域因过去的喷发而变得伤痕累累，一片焦黑。这就像在观看一场行星级的烟火表演，但更真实、更猛烈，而且好似永不停歇。在一张最清晰的照片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束火山雨流在木卫一冲天而起，在太阳的映衬下形成剪影，它看起来就像一道灰烬喷泉，高达数百公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颗与月球大小相当的卫星上，它被木星的引力不断地拉伸和挤压，直到其内部沸腾。换句话说，都是木星闹腾的。木卫一的轨道离木星太近了，饱受木星的引力拖拽，以至于它的地壳就像面团一样被反复揉捏。这种持续的形变加热了其内部，融化了岩石，维持着火山系统的活跃。这也造就了整个太阳系中火山活动最剧烈的天体。我们看到的这些新图像，不仅展示了火山喷发，还揭示了木卫一表面随时间的变化。在2次飞掠之间，科学家们开始追踪新的熔岩流、火山口形状的变化，以及该卫星最热点区域热辐射的变化。几个月前还看似平坦平静的一个区域，现在已经覆盖上了一层深色的、新鲜的火山沉积物。我们仿佛在实时观测一个如同地球早期地质活跃时期般的世界。当然，故事远不止于表面的烟火，这些喷发正在向木星的磁场环境注入物质。来自木卫一火山的硫和等离子体实际上成为了木星辐射带的一部分。你没理解错，这颗小卫星正在为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磁层提供燃料。这种相互作用并非单向的。朱诺号的仪器在木卫一周围探测到了磁场扰动和粒子流，这些现象似乎会随着火山活动的强弱而变化。这意味着木星和木卫一被锁定在一种奇特而暴力的关系中，每一次喷发都向太空输送能量，而每一次公转都让这颗卫星被扭曲得更厉害。这些照片让我们意识到，木卫一不只是个例外的怪胎，它很可能是解开整个木星系统秘密的钥匙。
当朱诺号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木星风暴和地表混乱的特写镜头时，殊不知，在8亿公里之外，2台人类最强大的望远镜——哈勃和韦伯空间望远镜，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静静地观察着木星，而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同样奇特。就拿韦伯来说，韦伯望远镜将其红外传感器对准了木星，它捕捉到的景象是人类前所未见的一股时速超过500公里的高速激流在木星赤道上空呼啸而过。这股激流位于主云层之上，移动速度极快，即使在长时间曝光的图像中也显得模糊不清。它就像一条密密的风之河，流淌在行星大气的顶端，在可见光下完全看不见。与此同时，还探测到了来自木星大气层深处的惊人热信号。在某些区域，热量似乎从巨大的风暴系统下方升起，这表明木星内部的垂直运动比我们之前理解的要多。而在极地区域，韦伯的红外眼睛揭示了发光的极光，就像地球上的北极光一样，但它们被拉伸成巨大而猛烈的能量环，由木星强大的磁场驱动。而老将哈勃呢，则负责打持久战，在可见光和紫外光波段常年盯着木星的长期变化，同样做出巨大贡献。当它与朱诺号梦幻联动时，为朱诺号近距离观测提供了宏观的视角。当它们的数据并排比较时，你会开始看到任何单一望远镜都无法揭示的现象。一看，一些风暴在哈勃的广角照片中看起来很温和，但朱诺号的特写镜头显示，它们像巨大的漩涡一样扭曲和折叠。另一些时候，韦伯望远镜会探测到一个热异常，随后朱诺号飞越同一区域，便会发现云层中确实有某种物质正在形成，一座升起的塔状云，一个新的涡旋，或是一簇新的湍流。这种跨任务的联动其实不在计划之内，但他们合作带来的发现正在改变我们对木星天气、内部结构，甚至对以后的空间任务都有着深远影响。我们正在获得一幅完整的图景，从清晰的地表纹理到沸腾的深处，带到高层大气中寒冷而快速移动的急流。木星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气态球体，它是一个分层的、活跃的、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通过这次联合观测，我们可以将木星看作一个真实的、动态的世界，而不再是天空中一个遥远的光点。这是一个有深度、有运动、有奥秘的系统，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现在已经有2项新任务正在飞往木星的途中，这些任务不仅要拍照，还要探索它的卫星、它的海洋世界，以及那些埋藏在冰层之下的秘密。就在此时此刻，有2艘航天器正全速飞向木星。他们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观察这颗行星，更是要深入其卫星，寻找海洋，扫描生命迹象，并进行可能重新定义我们对太阳系看法的科学探索。第一个是果汁号，是欧洲航天局木星冰月探测器的简称，它于2023年发射，预计要到2031年才能抵达木星。它将重点关注木星的3颗卫星：木卫3、木卫4和木卫2。科学家们怀疑，这些冰疙瘩下面可能藏着比地球还多的液态水海洋。果汁号的任务就是要用雷达去透视厚厚的冰层，看看那下面到底有多深、多咸，以及可能有多大的生命潜力。它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除月球以外环绕另一颗卫星运行的航天器，看看它的内部是什么，为什么它有磁性，那厚厚的冰层下潜藏着什么。果汁号将为我们揭晓答案。接下来是欧罗巴快帆号，目标木卫2欧罗巴，它于2024年10月发射，预计在2030年抵达木星。一旦到达，它将对木卫2进行体检、嗅探，它大气中化学特征甚至可能接点冰缝中喷出的间歇泉。目前，科学家们对木卫2上能找到外星生命满怀期待，不仅因为它有水，更因为它是活水。来自木星的引力拉伸并加热了木卫2的内部，为冰层下的生命提供了可能的支持条件。而欧罗巴快帆号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接近，而不实际着陆。这些任务可以说是建立在所有的观测数据的基础之上。朱诺号给了特写镜头，韦伯和哈勃给了宏观视角。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这些准备，才有机会去研究那些地表之下的东西。一旦他们抵达，
我们将首次同时获得来自环绕行星的轨道器、从深空观测的望远镜，以及深入其卫星冰层的探测器所传回的科学数据。后续的每一张图像、每一次飞掠、每一次雷达扫描，都让我们理解那个围绕着木星运转的如同微型太阳系的世界更进一步。等着吧，未来几年，木星系统绝对是全太阳系最热闹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令人惊叹的图像时，我们看到的早已不是一颗遥远的行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宇宙画卷，一曲由亿万年风暴谱写的狂野交响曲。木星的每一次脉动，不仅是在讲述它自己的故事，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行星、对天气，甚至对生命本身的理解，曾是多么的有限。它用最壮丽的方式提醒我们，宇宙从不缺少奇迹，而人类最伟大的特质，就是永不停歇地去追寻和理解这些奇迹。我们对木星的探索，本质上也是在重新校准我们在宇宙中的坐标。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仅仅是这部史诗新篇章的序言。